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口播，我是你的演讲专家。今天我将带你走进一本充满奇思妙想和深刻哲思的科幻小说《克莱因湖》。这本书由日本著名作家冈岛二人，实际上是井上泉和德山尊一的笔名，于1989年创作，是一部被誉为日本虚拟现实题材开山之作的经典作品。尽管成书于30多年前，但其在虚拟现实、意识与现实等主题上的探讨，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。《克莱因湖》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对于现实与虚拟、意识与存在的深刻思考。在当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、虚拟现实技术日益普及的时代，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，去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。它挑战我们的感知，质疑我们的认知，并最终引导我们思考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虚幻，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自己的存在。在开始详细介绍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一天你无法分辨现实与虚拟，你会怎么办？这个问题看似科幻，但实际上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进步，它正逐渐成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。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。2016年，虚拟现实技术公司 Oculus Rift 的创始人帕尔默·洛基 Palmer Luckey 曾说过，虚拟现实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。然而，他也承认，这种改变并非没有风险。当我们沉浸在虚拟世界中时，如何确保我们不会迷失自我？这正是克莱因湖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。1. 克莱因湖，虚拟与现实的交汇点。克莱因湖讲述了一个关于虚拟现实与人类意识的故事。主角上山张彦是一名游戏测试员，他受邀参与一款名为《克莱因湖》的虚拟现实游戏的测试。这款游戏以其逼真的沉浸式体验而闻名，但随着测试的深入，上山逐渐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分辨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。克莱因湖 （Klein Bottle） 是一个数学概念，指的是一个没有内外之分的单面曲面。在拓扑学中，克莱因湖是一个三维空间中无法实现的理想模型，但它在四维空间中却是可能的。这个概念被用来象征虚拟现实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模糊界限。在书中，克莱因湖不仅是一个游戏，更是一个哲学隐喻。它代表了一种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存在状态，即虚拟与现实、意识与物质之间的界限被打破。这种状态挑战了我们对世界的传统认知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真实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于多个领域，如医疗、教育、军事训练等。通过沉浸式体验，虚拟现实可以提供比传统方法更有效的训练和模拟。例如，在医疗领域，虚拟现实被用于手术模拟和康复训练；在教育领域，它被用于历史场景再现和科学实验模拟。然而，正如克莱因湖所警示的，我们也需要警惕虚拟现实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如成瘾、认知混乱等。因此，在享受虚拟现实带来的便利和乐趣的同时，我们也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理性的使用这项技术。书中有一段关于上山在游戏世界中迷失的描写，我开始怀疑我究竟是谁，我是在游戏中，还是在现实中？这种困惑让我感到恐惧，但同时也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。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现实对人类意识的冲击和影响。意识与存在的哲学探讨。克莱因湖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虚拟现实的故事，更是一场关于意识与存在的哲学探讨。通过主角的经历，冈岛二人引导读者思考，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存在？我们如何定义真实？哲学上，关于意识与存在的探讨可以追溯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。然而，克莱因湖对此提出了新的挑战。在虚拟现实中，意识可以被模拟，感知可以被操控。那么，我们如何确定我们的意识是真实的？我们的感知是可靠的吗？书中提出的克莱因湖状态是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存在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虚拟与现实、意识与物质之间的界限被打破，存在的本质变得模糊不清。这种哲学探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，更具有现实意义。在当今社会，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发展，我们越来越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对于意识与存在的传统认知。例如，在人工智能领域，机器是否可能拥有意识？这种意识与人类意识有何不同？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。书中有一段关于上山与虚拟角色伊普西龙的对话：你究竟是谁？我是你，也是我自己。那你存在吗？存在，但不一定是你理解的那种存在。这段对话深刻地揭示了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3. 虚拟现实技术的伦理与风险。克莱因湖还探讨了虚拟现实技术的伦理与风险。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普及，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伦理挑战，如隐私保护、虚拟财产、虚拟身份等。虚拟现实技术打破了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，
使得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变得模糊。这种情况下，如何保护用户的隐私？如何界定虚拟财产的归属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。在虚拟现实应用中，隐私保护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。例如，在医疗应用中，患者的虚拟身份和医疗数据需要得到严格保护。在教育应用中，学生的虚拟行为和互动数据也需要得到妥善处理。此外，虚拟财产的界定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。在虚拟世界中，用户的虚拟资产，如虚拟货币、虚拟物品等，是否应受到法律保护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探讨和立法规范。书中有一段关于上山在游戏世界中遭遇虚拟财产损失的描写。我辛辛苦苦积累的虚拟财富，一瞬间化为乌有。这种损失让我感到绝望，但也让我意识到，虚拟世界中的财富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。这段话提醒我们，虚拟财产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。4. 人类与技术的关系。克莱因湖最终探讨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。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，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。我们如何与这些技术共存？如何保持人类的自主性和尊严？技术是人类智慧的产物，但同时也可能成为控制人类的工具。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日益强大的今天，如何确保人类对技术的控制？如何防止技术对人类的异化？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。在技术应用中，保持人类的自主性和尊严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原则。例如，在人工智能应用中，我们需要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。在虚拟现实应用中，我们需要确保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自主的判断力。书中有一段关于上山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反思。技术本应是我们的工具，而不是我们的主人。我们不能让技术控制我们，而是要学会控制技术。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。通过以上对克莱因湖的详细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对现实与虚拟、意识与存在的深刻思考。它挑战我们的感知，质疑我们的认知，并最终引导我们思考什么是真实，什么是虚幻，我们究竟如何定义自己的存在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对虚拟现实、意识与存在等话题感兴趣，我强烈推荐你阅读《克莱因湖》。这本书不仅能带给你阅读的乐趣，更能引发你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反思。希望你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开放的心态，勇于质疑和探索，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。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重新审视我们与技术的关系。克莱因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，去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。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励你去探索无限的可能性，去追求更深刻的自我认知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：技术本应是我们的工具，而不是我们的主人。让我们学会控制技术，而不是被技术控制。希望这句话能够引发你的思考，并激励你去探索更美好的未来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介绍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探讨。期待与你们的下次见面，再见。